这个女人马上就要被处死。原来是女皇即将登基，她变为陪葬品。女人发誓来世一定要自己成为女帝，向所有人复仇。这个女人是一个霸道女总裁，太过于强势，导致公司上下女职员背后议论她靠姿色上位。但她已经习以为常，并倒掉手里的咖啡，给了他们下马威。她很苦恼，希望下辈子不是女人。回家的路上，女子的妈妈在催婚，结果在路上碰见了自己的男朋友，原来他是被绿了。男朋友趁着她忙时候和别的女孩子开房，男朋友立刻提了原因，女总裁太过强势，导致自己觉得对女总裁没有保护欲。女总裁铁定不吃这套解释，当即就要动手。小绿茶一顿表演操作占了胜局，女总裁选择去酒吧喝酒，结果阴差阳错穿越了，醒来发现和一个裸露的男子同床共枕。男子小绿和杂役伙计小白醒来安慰女总裁，他们都以为女总裁做噩梦了。女总裁找到镜子照了一下自己，不可置信地跑出去，结果外面全是她的老公，各种类型的老公悉数登场，眼看从唇枪舌战就要到刀兵相见，大驸马小绿安稳了现场。顺带一提，小绿是夏侯一族的，属于名门望族。原来女总裁穿越到了三公主身上。小白解释道，驸马地位最高仅有一位，也就是正夫，然后是侧驸马，最低的是小郎官，但只有驸马和侧驸马有侍奉的资格，但只要三公主愿意，可以7个一起上。今晚要选出侍寝的驸马。三公主生前洁身自好30年，现在决定好好享受一番。正当物色侍寝驸马的时候，三公主偶然听见侧驸马们的谈话。原来三公主府并不招人待见，而且前景堪忧，都在夸二公主府里生活得好。三公主又发现自己的另一个侧驸马在跟别人偷腥，还说三公主1年碰她1次，喊着用力。顿时三公主丧失了信心，哭着回到自己房里，自己的正驸马小绿关心安慰着她不要哭。看来三公主的真命天子只有小绿。三公主抓住小绿，把她扑倒在床上，仿佛要吃掉驸马小绿，彰显了三公主的霸气。回想起前世对女性的种种不公平，三公主对待小绿就越发强硬。小绿立刻制止了三公主，三公主立刻气不打一处来，又要嚎啕大哭。小绿解释出原因，她露出胳膊，展示出一个花纹。原来这个花纹是手工纱，是男子证明自己还是清白之身的证据。小绿又暗示三公主失忆，看来是不好的记忆。三公主这边正怀疑为啥三公主放着这么好的男子不下手，还是清白之身。一盆冷水让三公主冷静了下来，本来想继续，最后也没下文了。可是小绿看来是想接下来的嘿嘿嘿步骤。三公主自顾自地睡着了。入睡的女总裁在梦里又听见了三公主的声音，两人梦里会面。女总裁质问三公主怎么能回到现实世界，还有小绿清白之身。三公主回答道，想回去必须成为女帝，这个难度非常大，连女总裁都觉得难于登天。一觉醒来，发现小绿在看府里的账本。小绿管理着府中的开支，每月计算月营的开销，是府里的内务大管家。这一发现让三公主对小绿有了敬佩和一丝丝爱慕。丫鬟奴才议论三公主在皇宫走动连个轿子都没有，可三公主心里想的是既不想当女帝，也不想回到现实世界里。正当在河边思考的时候，背后一只手伸了过来，三公主被推入了水中。这铁定是有人想害她，可惜女总裁是跳水冠军，怎么可能不会游泳？害人的凶手要被三公主严刑审问了。眼看凶手就要逃，三公主抓住对方，见色起意，殊不知刚才差点发生命案，转眼间就要强取豪夺。有一个声音突然传入耳朵，原来是二公主。这个凶手是二公主的男妾，在这个宫里，长公主身体柔弱，但是学识渊博，闻名全国的学者，而二公主武艺高强，还握有兵权。三公主那是啥也不会，三公主还要帮她抢皇位，属实没人性。凶手仗着是二公主的男妾，污蔑三公主非礼她。三公主巧舌如簧，把问题转移出去。二公主可能瞧到陷害不成，三公主把愤怒转移到男妾身上，把男妾一脚踢开后，和三公主一阵寒暄。这显然是笑里藏刀。不出意料，找了个理由就狠狠捏住三公主的手不放。这时有人喊道：“住手！”三公主的正驸马小绿跑出来替三公主解围。不愧是三公主府里的大当家，几句话就让二公主哑口无言，转身就走了。但是二公主把这个仇记在了小本本上。小绿正要关心三公主，看来是不用关心了。三公主是必要报仇，成为女帝。二公主，你说你惹她干嘛？回到府中，侧驸马们得知三公主被欺负，嘘寒问暖。
三公主早就知道他们的心是白眼狼养的，嘴上说没事，心里怒骂好几百遍。三公主从杂役伙计小白那里得知，二公主之所以恨三公主，是因为三公主是当今女皇陛下最喜欢的女儿，这全靠三公主的生父。三公主的生父曾是女皇陛下最爱的男人，位分不高，受宠数年。但是女皇陛下病重时期是由夏侯一族代理国事，而夏侯一族又跟二公主交好，再加上夏侯一族的长子又是独子的小绿是三公主的正驸马，只能连带排挤三公主。这也是小绿还是清白之身的原因。三公主在转世前没有碰过小绿。第二日，三公主遭遇各种不测，暗箭、滚石、脏水，白天出现黑衣人暗杀，防来防去，躲来躲去。结果上次二公主的男妾又来偷袭，把三公主掳走，还说要为了自己活命，让三公主怀上自己的孩子。